大家好，这里是 Jeffrey Tech。距离每年科技界春晚苹果发布会只剩差不多6个月的时间了。这段时间，关于 iPhone 16系列的猛料也越来越多。Jeffrey 之前的视频就和大家分享了 iPhone 那万年不变的后盖外观，或者说是相机模组设计，终于要变了。这造型虽然说不上有多惊艳，但从 iPhone 11 Pro 开始到现在，每年都是模组大一点，再大一点，着实是有点审美疲劳了。如今看到 iPhone 16的渲染图，反而感觉还有那么一丝眉清目秀。不过今天 Jeffrey 要和大伙儿聊的，不是每年固定发4款的 iPhone 数字系列，而是神龙见首不见尾，发布时间全靠猜的 iPhone SE。自从最后一代 iPhone SE 3成为苹果 LCD 最后阵地到现在，已经过去快2年时间了。不少小伙伴都在苦等新一代 iPhone SE 发布，见到苹果有一点风吹草动，马上就联想到是不是 SE 4要来了。时隔2年，好消息是这次大伙儿盼星星盼月亮的新款 iPhone SE 终于要盼来了。坏消息是，这次的 iPhone SE 可能和大伙儿想象中的那个它有一点点不一样了。众所周知，苹果的 SE 系列一直都打着清库存的标签，说白了就是玩一手就瓶装新酒，在老模具里塞个新处理器，然后卖一个相对便宜的价格。所以 Jeffrey 之前就猜测，按照苹果的调性， iPhone SE 4估计要用上刘海屏，然后换上 iPhone 15同款的 A16 处理器，整一个单摄刘海屏的 iPhone 15青春版。不过看到最近的爆料，可以说是啪啪打脸了。先不说配置，名字都直接给你换了，这次不叫 iPhone SE 4了，而是叫 iPhone 16 SE。 产品定位也有了波翻天覆地的变化，大伙儿看名字也能看出来，这一代 SE 或许要直接变成了 iPhone 16系列的一员，在9月份和16系列一起发布。也就是说，今年的16系列一共有5款机子，其中有2款 C 机型。至于说苹果为啥要一次整5款机子，根据之前爆料的信息，今年的 iPhone 16标准版有可能也会上120Hz 高刷，并且屏幕和 Pro 一样增大到 6.3 英寸。你以为库克难得良心了一次，这背后其实都是算计。你想啊，标准版定位朝着 Pro 靠了靠，空出来的坑自然需要新的机子来填补空白。iPhone 16 SE 不就为此而生吗？定位上代替原本的标准版，继续沿用 iPhone 15的 6.1 英寸 60Hz 屏幕，灵动岛，砍掉双摄，剩下个单摄，梦回 iPhone XR。 看到这儿，估计有小伙伴要开始吐槽了，2024年 60Hz 还单摄，不会真有人买吧？俗话说得好，没有不好的机子，只有不好的价格。接着配置缩水，苹果就能让 iPhone 数字系列的最低价格进一步下探。之前苹果标准版卖699美元，而新的 iPhone 16 SE 价格为599美元，性价比不就来了吗？所以 Jeffrey 觉得，与其说这是新一代 SE， 倒不如把它当成 iPhone 16廉价版，缩水，减配，降价，然后攻占更低端的市场。而 iPhone 16标准版又能靠着 120Hz 高刷在终端市场大杀四方，只能说不愧是你啊库克，小算盘打得响当当的。 Only Apple can do。 至于以往的 Plus 系列，其实一直都怪尴尬的，基本就是个单纯的放大版，配置和标准版拉不开啥差距，但价格比标准版高了整整100美元，上面还有带着高刷和长焦的 Pro 系列坐镇，总有那么点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连着2年销量垫底，每年都没啥人买账。苹果估计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嫌我配置低是吧？好，那我干脆就贯彻到底。这次把 iPhone 16 Plus 降级成了 iPhone 16 SE Plus， 配置上看名字也很好理解，妥妥的 iPhone 16 SE 放大版，价格从899美元降到699美元，主打廉价大屏 iPhone。 降级之后，也就不用跟着标准版一起上高刷，可以心安理得的继续用 60Hz 屏幕。这样一来， iPhone 16 Pro Max 的销量也不会受影响。而大屏 60Hz 的体验，大伙儿懂得都懂，想要高刷大屏，乖乖加钱上超大倍。只能说苹果的算计一直都挺可以的，这波产品调整之后， iPhone 16系列就成了这样，仅供参考。当然，距离发布会时间还有半年，目前这些爆料还是有不少不确定因素。比如说了这么多，但处理器一句没提，不是 Jeffrey 不想提，
而是苹果在芯片上能搞的骚操作实在是太多了，砍个核心，降点频率，或者直接用上一代的老库存，都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儿。毕竟芯片就在自己手里，想怎么搞都没人拦得住。再加上今年 iPhone 16系列可能有5个版本，具体哪款用什么芯片，在9月份正式发布之前，会一直是个未解之谜。还有标准版到底会不会上高刷这回事儿，目前也还是众说纷纭。话说回来，就算没高刷，按照苹果的刀法， iPhone 16 SE 也依然影响不了 iPhone 16的地位。处理器、摄像头、运存、操作按键之类的随意发挥，毕竟差价在这摆着呢。以及这一代 SE 也可能不会和 iPhone 16系列绑定在一起，而是留到2025年春季发布。但可以确定的是，小伙伴们心心念念的小屏 LCD 的 iPhone SE 彻底要和大伙儿 say goodbye 了。与 LCD 相比， OLED 显示器提供更明亮的色彩、更深的黑色和更好的整体图像质量。目前的 SE 系列是唯一仍在使用 LCD 技术的 iPhone。新款 iPhone SE 配备 OLED 显示屏将与苹果的更高端机型保持一致。据了解，苹果公司已经开始为新版 iPhone SE 屏幕供应询价。目前，三星显示、京东方和天马3家公司已提出报价。有消息称，至少从去年8月开始，屏幕制造商就一直在竞标供应这些面板。据说，新版 iPhone SE 的 OLED 面板预计将比 iPhone 15的面板成本更低，远低于供应商对 iPhone 15使用的 OLED 屏的定价。新版 iPhone SE 的 OLED 面板很可能与2022年的 iPhone 14以及早一年的 iPhone 13使用的面板相同，标准 iPhone 型号配备 6.1 英寸面板，这意味着显示面板供应商也无需在研发方面进行额外投资，因此成本大幅降低。根据相关消息称，三星显示提出的报价是30美元，京东方为35美元，天马为40美元，而苹果的要求是在确保品质的情况下，将屏幕成本价格压到20美元。目前苹果方面尚未最终确定生产 OLED 面板合作伙伴，各方仍在进行谈判。不过三星显示负责供应 iPhone 15和 iPhone 16系列屏幕，其高利润营收可以一定程度上补贴新版 iPhone SE 的屏幕产品线，从而有了更大的主动权。总的来说，不管是升级 OLED 显示屏幕，还是采用与 iPhone 16系列相同的灵动岛设计，从目前已知的信息来看，新款 iPhone SE 手机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小的变化，对于小屏党来说，可以好好期待一波了。那么，新款 iPhone SE 会成为你心目中理想的小屏手机吗？欢迎和我们交流互动，这里是 Jeffrey Tech，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